怀疑他是我们上一期讲到的某些画室老师的学生。12, 11, 10, 9, 8, 7, 6, 5. Hey yo, welcome to Panther 这个人绘画以及画家频道，我是杨丽，我是嘉庆。好，大家好，这一次呢，我们要干嘛？我们要把之前热心观众送来的写生投稿给评价一番。OK， 在评价之前，嘉庆我问你，对于你来说，写生，如果你自己来评的话，你会怎么去评价这些东西？我可能要看过他现场的样子，或是看他传给我的照片。其实嘉庆刚才讲的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说你要看现场照片是什么。那我就必须得强调写生这个东西，就是写生其实它还是在讲究一种跟现场的关系。那这个应和到我们之前讲的，在第一个层次的绘画智商里面，我们需要一个人他有很好的绘画知识跟在线能力。那所以我们今天就看他在线能力好不好？可是我们已经看不到照片，所以在线能力我们是看不到的。所以我们看到更多的就是他的绘画知识的含量够不够。那绘画知识就4个向度嘛，就我们看他造型，然后看这个色彩，然后构图跟涂色法，也就是所谓笔法啊，他怎么涂色啊这些东西，我们大概会用这4个向度去讲。那如果有些朋友寄过来的图本身已经不太像是写生，我就会比较客观的说，我先不提它的好坏，因为它不在我们这一期的这一个范畴当中，那我们就先跳过。那我们就先来随便挑一张来看它怎么样。我没看到过它这张照片，这个实景到底长什么样子？现在这样看下来，造型上出了一点点的问题。它在画面当中其实画一个这个人，这个地方我们称之为大转子嘛。这个人的这个大转在这边，但他另外一侧大转在这边，那所以象征的他这个人做了一个 S 型的动作，他这个人画的还算一定程度的写实。那我觉得这种造型上的小细节会非常影响观看，因为我们题目本来就写生。那我会觉得在这个人的造型上出现了一些小问题，这一个下巴跟他这个颈子的后面其实是没有拉出一段所谓距离的。手机这样摆，老实说，他这个腿啊应该是这样子过来。然后这个地方应该从这个样子过来，然后这样回去，所以这一个东西其实在我们观看人的这种习惯上不太合理。如果我们把这边遮掉，问题倒还可以容许，但这个腿一出来，他或者想表达一个女生可能下半身是没有穿，然后是有点俏皮的坐在沙发上的。我知道他是折过去，可是他的髋就是他的胯那边大转子这边这个地方非常的奇怪。好，这就会这样产生费解。再来是这一个透视，我自己隐隐的会抓一条透视线在这里，然后这边再过来，我会感觉这一个墙壁好像太过来了一点，但是或许啦，实景是我没看到，就这个地方我觉得留太多。你看哦，如果这边切到这里，它整个画面会紧凑很多。当然我知道画写生的时候，有时候就像自然主义式的一种创作，从画面的一角开始长过去。可是说真的，就算是这样子，你还是要构图嘛。你不会跟机器人一样，像列印机一样，从画面的 A 点开始往 Z 点走，然后就像 A B C D E F G 这样一步这样扫描过去嘛。那目前乍看之下，我没有在当中感受到构图的这种趣味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，它这个涂色法，它进了蛮多尝试的。这个是 Procreate 里面哪一种笔刷吗？知道哪一种，但我现在叫不出它名字。像是墨汁般的，我有发现它其实在用这种东西表现光，它这里面还有射那个光线，这样射很多乱线出来，这边还有电波般的这种东西。但是我要讲一件事情，这种涂色法在墙面上我还给过，但是到了地面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就这一块会有一点不知道在解释什么，而且这个笔这一个涂色法的这个材料跟这个涂色法又是一样的，然后它在这边加了一个很宽的回旋条，这个线条间距一旦太宽，它就不是调子了。你看林布兰或梵谷的版画，它那个排线还是不会让它间距这么宽。排线间距一宽，它就是斑纹。我必须说，在这里面很多的线条，像沙发上出了这个东西，这一定不会是印刷品的东西了，这个黄条才是。你这个黄条配上这么疏的排线，它就会变成一种斑纹。这里更像排线，可是还是太疏，在我们这个观看的尺度下，它又变斑纹。然后这边的这一个沙发的扶手这边做了一个框线，你看到没有？
这个框线有一点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说他这张画很强调光源。那你既然这么强调光源，你这边很多的这种会让人家觉得是另外一个光源产出来的这种光线，都会让人觉得其实是怪的。我当然知道写生有时候除了我们要去模拟以外，它还是要有一种笔触跟现实物当中产生一种关联，让观众进而联想，让我们觉得这张画很妙。我觉得这张画它有这个企图，这个企图是良好的，可是这里面的有些东西其实没有真正的产生到联想的效果。还有一个语言它没有很好的用，就是影子。你看它背包这边有影子哦，通常书包跟墙构成这个三角点，它这个影子到这边会有点有一个直角的转角，它这个影子画的其实软了一点，这样才有一种投射感。但你看这一个不知道是小孩子还是女生，旁边应该是要有阴影的。以单一光源来说，各位注意哦，我这里面有的时候可能是这个人的风格所导致，但毕竟我们征稿的时候其实是以写生为主，对于他这张画的现实逻辑，其实一定会先拿出来谈。他这个女生的阴影，包括这一个的阴影也没有做出来。可是好玩的事情是，你看他这边做了一条边线，这个边线其实做的是对的，因为它特别有一种光把影子逼到边缘的感觉。可是这边就没有跟上相应对应的暗调子。这个也是啊，他率性的勾了一笔，感觉很帅。可是这率性的勾的一笔，其实这一笔应该受光，因为这是插座嘛，它会有凸起来的地方。那这一笔应该是黑下去的，然后这一笔其实也该黑，它应该是2条亮线，2条黑线，而且不可以勾到很黑，因为勾到黑它会变得很显眼。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反而在空间里面，它一直往前跳。那这边它应该点到一个晕染的笔刷，所以染了一大块这样。iPhone 的这个充电线，它这个地方的受光面其实很快就可以晕到它，等于说它这里有好多地方是可以把光源给做出来，但它没有在那个当下敏锐的发现可以做。他其实还蛮追求绘画当中这些涂色法、笔触所带来的手感这样的一种东西。如果他今天直接去画一张抽象，我觉得这个问题倒不大。但他今天在画一个写生、一个小景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否相容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我们跟对象物的关系是要把握，这应该是这个人尝试的前几张，所以有些东西其实还蛮跌跌撞撞。那我觉得其实在画几张之后，他会有所筛选，他会知道什么是不必要的，什么是必要的。我觉得这张很难评，因为我们今天谈的是写生，还是以一个他以在线为基础的一个前提来谈这个事情。如果他的作品本身已经脱离在线的范畴，那就需要拿另外的绘画思维工具去思考它。那至于这张画好不好，有没有潜力，我觉得这个是之后当然再说。但我觉得这张它不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。这张很屌哦，这样我乍看之下以为它下面那个圆背啊是海岸的石头，他画野柳哦，不错，会有豆腐岩的质感，有没有？这张其实跟那个山有异曲同工之妙，没有在线。这个海你不用看任何东西画，你就可以用。说真的，但这个还难得有画出水纹，因为长久以来在西画的这种很写实的脉络底下，水都只是一张照片而已，但它其实有画出水的动势的。但后面这些东西，我觉得可能有它的表达在，可是跟我们这次的这个要评的东西不太一样。但我倒是建议这位网友，你前面这个沙滩啊，如果它是个滩头的话，你要赋予它一定的质感，因为像你的画面像这边也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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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密度上反倒是水这边最密，然后这边再密一条。那其实前面的密度空了，但你会乍看之下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。我觉得在视读上会有这样子的一些问题在。这样挺不错，尤其是在解释水上面，你会发现它的观察点其实看得蛮细致，而且看到石头有波纹，然后再往外推远，然后近处的这个岸其实是看到底的。我们先讲一样，就是说这4个要素，造型我觉得目前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构图，所幸它这个木头这边其实加了这些深的东西，就它如果没有加这个衬底的话，它这个东西会变得很没有力量。它后面其实是有加，那它是暗示是这样子。颜色上来说，我觉得是很标准的那种，它真的有在观察自然的颜色，所以它这个自然光色上的逻辑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包括它还画这个台阶，然后涂色法上，你看台阶最后点的这几点其实很好，就是说加了重量，所以它可以感觉到前后。我会觉得水可以再多画一点。现在整张画
当然他可能看到的就是这样，但我觉得现在整张画很轻盈，也没有什么在线逻辑上的错误。但是这一个绘画的这种够看度来说，我们会需要一个地方是具有很能够抓眼球的东西，这一个河面感觉还能再多做点什么。取景本身就是个学问，如果他今天取的景真的是有点无聊，通常取景无聊会怎么办？就是你对他这张画有很主动的想法。其实你看霍肯尼、全居，甚至梵谷，我看过他们其实画过那个景，他们蛮多景都很无聊。你看那个什么约克郡的那个风景，你要去其实你都不知道要画什么。但是因为他们想讲的东西很强，他去那边他对那个景的意图就很强，所以他马上就可以给出点什么。那我觉得这张画来说，如果是我的话，那我一定会想讲水。我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本身并不是在告诉大家，就是说当时这位画家看到的那个水面是不是长这样，但只是说，如果你去，你本身带有一种我今天就要把水面看透的话，那你就是我觉得可以更主动，就是看那个东西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就不要硬画。很多写生大师都画很无聊的景，但如果你没有主动的感受，你就先不要故意往那方面去走。这张画其实很多问题都没有，但是最大的就是说，他对整张画的这种抓眼睛的预估，题材抓这种东西本身，我觉得是可以再琢磨一下。画柜子蛮难的，其实画柜子不太方便。他的柜子很好玩，是还有雨伞。第一个，这个观众他应该是有想要玩一些有关于抽象上面的事情，整理一些色块啊，东铺西铺的。就作为写生来说，不太具有说服力。如果他进行抽象安排，那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。但是如果他真的要进行抽象安排的话，那他这个柜子，他其实根本就不用参照他眼前这个柜子在画。我会觉得真正的抽象思维可以抓一个柜子的大概在做。这是行李箱，这应该是 Remova 的行李箱，因为有那个招牌那种条纹。那你这里面要加到这些东西的话，其实那跟这些的关系是什么？我觉得需要思考，尤其是这些又不是画的不具象，这些其实画的挺具象，我们都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画的细不细，有没有很像是另外一回事。那到了这边的时候，只有给色块，很像没画完。他跟前面那一个就是画河岸边的那一个人比较不一样，是说他这一个其实有想讲的东西，有一个很主动，仿佛看到一个什么可以成为绘画的契机。现在看下来，它的颜色非常的五颜六色之外，画面节奏感不好。那你让它节奏感好，有时候可能本身就是你要去整理这些柜子，柜子变得更少，更像蒙德里安，有大有小。可是要这样的话，就不用写生。我感觉这个观众他可能是想藉由写生找到某一种形式感的东西。可是我必须说，他会像我们第一个讲的那个样子。那你到底在画的是眼前这个景，还是要画一种介于你感受到的抽象上的东西、绘画性上的东西？你要去运用。要抽象也可以，要具象也可以，但中间那个度，一旦你抓到一个正中间，然后你感觉东也不是西也不是的时候，会让人看得比较茫然。其实是因为画得很细这有时候跟写不写生没有关系，而是整张画的节奏感。这边有这么强的、这么细的一个再现，但是到了这边又全部放掉，会变成没画完。而且我觉得他选了一个直视的景的话，你就要把包包的或是雨伞这些立体造型做出来，或者是你要侧一点看这个柜子。如果你墙壁是平的，那你就是前面的东西给它来一点立体干嘛？对，或者是你就不要这么正的方向去看这个柜子。你的意思说，如果他要完全正眼看的话，那这种东西它的褶皱啊什么，它其实应当被刻画出来。但你刚刚讲的逻辑是他要是写生的，但我再猜他有别的意图。对，我猜他可能想要做点写实除外的东西。这张画好玩的问题是，它整张画会让我感觉我看到了好多涂色法，然后实际上我没有看到他真正在把景为一个主导的这个角色在刻画。它好玩是它房子的暗面还给你带粉色的暗面，这个房子其实不是另外一栋房子，是它房子的暗面。然后这些笔刷其实有点像是画水才会画出来的那种感觉。这张画从我们刚刚前面讲的4个点来讲，意义不是很大。我觉得要先从几个地方讲，就是这边草作为一种前景这个空间感的这个拉伸，你要不要？你可以不要，你可以要，你到底要不要草？可是这边很麻烦的事情是，他把这个草作为一种拉空间的手段，而且做得很明显。他只是告诉我这个草在这边，我就要拉出个前景跟后景的感觉，就这样子而已。所以这个草会让人感觉做得很草率。这个景呢，你再继续往后延伸，这东西不知道是什么，然后这个房子后面也不知道是什么，是一个很糊的像渲染法一样染过去的一个东西。那这边是一个更远的城镇吗？看不出来。OK， 然后上面就给你来这种天啊，这样子白云啊，用那个松节油的笔刷这样刷下来。你知道整张画给你感觉就是它特别朦胧，对，它有一点
雾，对，它很雾。然后在这里面，这棵树是什么树不重要，但其实这棵树画得很苍劲，甚至这张画看起来像欧洲画，像什么古堡那种。或者这个树很像是那种白雪公主要走进那个黑森林，有没有？这个树怎么接到地板，它也不重要。这张画有种 Bob Ross 的感觉，就是它只画到让你感觉它是风景，但是这个风景你去细看，并没有很扎实的关注树根在哪，树后面这一丛绿到底是什么？这个树是在它后面，在它前面，不知道，并排不知道，前面的东西只有做了一种效果。这样讲，他如果要这样画的话，他根本就不用写生了，因为这些观察都不见了。他这个画就像 Bob Ross 不用写生了 ，Bob Ross 在工作室里面把所有东西都刷完了。就我们讲的写生吼，第一个它就不是说画一种理想中的这种东西，说像以前中国文人画那种山水啊，看完一张之后他自己在背嘛。所以我觉得这位观众他缴了一张写生，但我只会说他勉强符合风景画的范畴，他有树。有草地，我们都在不论它好不好的情况下先讲这样子。还有我看到的是一堆涂色法，然后这个涂色法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不在乎对象物，他不关注对象物。好玩的事情是不关注对象物，他也并没有往抽象走，他还是给你很多可以靠具象辨认的东西，只是他都画得很随便，他就是感觉我有给你一个东西，你就会大概知道我在干嘛。我只能说这种体系来说，也可以接近于我今天不在我评价的范畴当中。因为我今天评价范畴是某种程度上是现实经验，你肉眼看到东西的一种转化，而不是你给我看一张理想中的风景画、墨贝下的风景画，或者我看不到观察这件事情。那个屋子是什么屋子，其实也都不重要。我觉得它的很多虚的地方，很像是有过一些所谓的这个水彩逻辑的人。我怀疑他是我们上一期讲到的某些画室老师的学生，我怀疑，我真的怀疑，因为那个画室老师，他说台湾的风景都很丑嘛，就是台湾的这个街头图案很丑啊，他就是喜欢画那种看起来很像国外的东西啊。对，我怀疑是，而且然后他这边还有一些剑洒啊，剑洒这种花瓣，这棵树是枯的，但是有一堆花瓣，这棵树不只是枯的，像是被雷打过的。我很少用这个字，但是我觉得这张画看起来很油。其实你看他很熟练，他不像前面那个很多人那个画一画，还有一些就是说，我这个该这样吗？这个比不只是稳定，简直是神速。这张风景啊，但是它不构成我们今天讲的写生。它虽然不是今天画的最不好的图，可是这样的一种画方式，却是这些方法里面最有限的一种，最有毒的，对，最有毒的一种。这个很厉害。第一个，这张它是写生嘛，他已经把照片寄过来了，它符合我们刚刚对于很多写生的要求，就是它是实景的，它不是什么理想上的。从4个要素来讲，你说这张构图好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。画面几个角都被分得很好。色彩上，其实色彩是这张画里面一个很值得学习的地方。它那个新北市专收垃圾袋，这是只有住新北市人才知道的一个东西，因为台北是蓝的嘛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的颜色，它的亮面的表达这些东西对应这边，它画的比这个还精彩，包括这件衣服的这种垂下来的感觉。光影面什么都非常娴熟，这个地板的这个色彩，其实这边带红，然后颜色这样铺过来，几笔就画出了这种木头地板质感，是非常厉害的。其实像刚刚那个第一个我们讲那个人，像这种把黑涂成这样，也是可以彰显手感的一种方法。这个方法本身也很好。然后我觉得这张画最出色的是什么？是涂色法。就是它这里面这些涂色法的想象非常好，所以它提供了我原来涂色法可以这样涂，这些电风扇它上面的这种影子啊，然后电风扇后面的孔洞啊，搭配它绘画性这种笔触所产生的感觉啊，再下来，然后这边拉一条这个线，暗示体积感，很巧妙。然后你仔细看的话，你会发现呢，它并没有很矫情的故意把背景变暗，然后电风扇变亮。可是就在这种情况底下，它其实2个的白用的是同一度，可是用一些细节跟节奏上的变化，就产生出门、墙面跟电风扇。这个是我觉得，这个你看到是绘画当中的这种高手，一个很朴实的景，但他却用这种绘画性细节，让你爱上这种东西。包括刚刚有画电线的嘛，第一张画电线，你就会看到这个人他是怎么经营电线的。这个电线的影子在这边是这样，到了这边黑，然后近的地方还拉了一下。各位看一下，影子越近的地方它越黑，越远的话影子就会变淡，有没有？它2段式处理。对，它2段式处理，所以这种对于现实的丝丝入扣，它帮助他解释画面，但是不损这张画面的绘画性。这个我觉得就是这张画本身很高明的地方。笔触多，但每一笔都知道他在解释什么。
没有那种意义不明的地方，就没有为加而加的笔触。哦，对，没有为加而加的笔触，而且他很知道自己在画什么。你看，你后面他这个防盗锁，他都有画出来。他很知道他的房间里面有什么，什么可以画，什么不能画。第一张的时候也有画这个电灯的这个开关嘛，但他是画插座。你看他的暗就不会给你来一个很草率的黑，他知道这个暗他使用这一个颜色的固有色的最重画上去。白墙加几条灰色，就让它是不一样平的，但又不会很平。你讲的是这几条对，线就是那个。像第一张的朋友，你可以注意一下，他这个线有没有？他也加了，但是他加到不会让你觉得是斑纹，因为他调子上在密度上他抓对了。但第一张的朋友，他的线跟密度还有线的暗度、亮暗度，有时候出现问题的时候，它就变跳，它就把它变成我们讲的斑纹。那这样是完全不会有这样的东西存在。而且还有就最难得的就是他并没有脱离实景，但是他对实景有想法。这个人他画的也很像。他没有去故意去画什么，可是他很好的示范这张画他有想法的时候，他的主动性，他如何在不违背他看到的情况底下做到这个主动性。所以有时候我讲就是说，一张好画，哪怕你是做写生，他的表达也会到很到位，你也不用故意去画什么。我们讲新北市这种悲惨生活，他一下就画出来了。但平常很多学生、高中生、美展生，他就一定要画有街友在推什么垃圾回收啊这种东西。但不是的，其实这种画面他就告诉你，我就只是单纯这样画。我觉得总结我想讲的东西很简单哦，就是说，其实我们今天这样看下来，我觉得真正的一张很好的写生作品，尤其是又有一种很在线的需求。我觉得第一个，它本身是要像我们讲的那4个要素，其实都要最好兼备。就是你构图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，不要讲到多完美哦，因为写生本身不是构图可以很完美的东西，它有临场性，它就是看到什么画什么。但是构图不要有大毛病。那造型我觉得就是因为是在线，你不要出现视读问题，就是这是人还是鬼还是小孩子还是什么？就是你让我们不知道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，但你又画了，就很尴尬嘛。你可以不画，但是你不要说你画了，但是画到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，但你明显感觉你越想让我们知道的时候，这就会出现视读问题，所以这是造型上的问题。然后再来是色彩，色彩比较难评价的是，因为这其实本身是写生啦，我们只能评量它的这个色彩有没有接近真实。但如果它色彩是跟现实有些出入，或者现实感不强的话，那就反倒会有问题。再来就是涂色法，那我觉得涂色法今天我看到很多的尝试，但我觉得今天大部分的参赛选手他其实很大的问题，反倒是他们过度聚焦在涂色法。写生，我们回到一个总论性质的东西，就是说它始终还是一个来自写实主义还有印象派之后的东西。它特别要求你在画的时候，其实跟当下的那个当下面对的东西是有关系的。它不讲求你要寓意或表达，但是你要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在。我会觉得说，我希望我看到的写生还是一个又一个充满画家独到想法的景，而不是说太过度注重画面，而最后可以直接脱开跟对象物的关系。像我们刚刚讲那个山啊，还有那个海啊，它都是完全脱开对象，所以我今天就完全不论他们的好坏了嘛。因为脱开对象物是完全是另外一套评价，写生就是因为有这些规则在，也才造就我们两个能 PK 嘛，要不然我们两个有什么好 PK 的？你画你的，我画我的不就好了吗？写生它作为一种桥梁作为画家之间彼此手谈的一种方式，它还是要有最基本的普适性，就是我们可以拿来讨论。那我觉得今天最后荧幕这张电风扇就是这一次写生当中的王者。说真的，我觉得连我也不一定可以画到这样的一种东西在，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。好，那就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总评啦。那这里是 Pendiverse， 关于画家以及绘画的频道，还有什么投稿，我们下周会再说。然后大家再把作品送上来，很感谢大家热心参与。然后也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觉得甚至提供了一个很细致的一种讲绘画的服务，就是我们真的听到，那到底在画面当中我们可以注重什么，可以在乎什么，怎么去讨论这张绘画。你同意吼？对啊。OK， 那我是杨立，我是嘉庆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